我死后，姑娘必须进京。这不是我的身体，我不是刚和丧尸皇同归于尽吗？姑娘是宁国公府长房的6小姐，排行第9，只有拿回自己的身份，才会有好姻缘。你快死了，把最要紧的说完。14年前，你被换了，镇国公府的4个儿成了宁国公府府嫡长孙，姑娘成了镇国公府长房的大姑娘。谁换的？你亲娘，还有你外祖母。好家伙，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姑娘6个月时，又有人命我把你带去外地，悄悄溺死，埋了。你没动手。姑爷救过我全家，我下不了手。我抱着姑娘逃到姑苏，证据在柜子里，都在，供词、录影、生辰八字，一件都不能丢。谁换的？谁要杀我，也在供词里，都在。好，我没有回去复命，那些人定不会饶了我家人。若他们还活着，求姑娘看顾一二。我丈夫叫陈瑞，我儿子叫虎头。陈瑞，虎头，我记住了。异能也来了，姑娘，莫要耽搁。欠你的，我还；欠我的，我算。别怕，我就是这具身体的主人，谢珊珊。我这一生，只有赵嬷嬷最疼我。我用毕生功德求来生与赵嬷嬷做母女。阎王爷说我攒的功德不够，但若将皮囊赠你，我能得你3分功德，转世到一个男女平等的太平盛世。你同意吗？同意。谢谢你，我走了。愿你此生安乐，长命100岁。前后32年的记忆，重生都不要。宁国公府到底把他逼成什么样？生母亲自换子，难怪宁愿来生做你女儿，也不愿回宁国公府。空间也跟来了，末世里没来得及送出的东西，倒便宜了现在的我。宁国公府真千金，现在听着也没那么值钱了。有钱，有异能，有空间，谁还急着去手气？分了我的功德，希望你们娘儿俩来生投好胎，平安富足，无忧无虑。谢姐姐，今儿吃什么？1碗素面。青儿，我家嬷嬷没了，丧事要找什么人帮忙？赵嬷嬷没了。棺材铺子有人，吹拉弹唱、哭丧送殡都干。多谢。姑娘要什么？纸扎马轿，再雇人给赵嬷嬷办丧事。停灵几日？3日停灵，7日发丧，一共3吊钱。不为衣食奔波，才叫人生。
喂，知道这家人去哪儿了吗？出远门了。出远门？说是遵从赵嬷嬷的遗言，前往京城寻亲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不晓得。宁国公府寻亲。探亲，往京城。收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从京城来，他的长辈派我们来接他进京。谢姑娘已经走了，她走的水路。是啊，你们现在去码头，也许还能追上。一半人去码头，一半人留下，继续打听。客官是住店还是打尖儿？后院马厩有草料和清水，可以喂马。房费多少？下等房30文一人，10人一间；中等房200文一间，2人一间；上等房500，单人单间，热水齐备。要一间上房。有客到，上房一间。请客官出示录引。幸好出城前办了。客栈寄人必须明明白白，否则衙门来查，小店担不起罪。姑娘前往京城，该往北去，怎么往东南来了？我不大分得清东南西北，竟然走错道了吗？走反了。店里有什么吃的？鸡鱼肉蛋应有尽有。客官想点什么？我叫厨下做。先来1大碗卤鸭面，红烧蹄膀、老鹅汤、白烧羊肉、清蒸白水鱼。是啊。姑娘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尽管做好送上来。有客到，中等房一间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我有一名殊途清风为伴。来了来了，裴居，公子是松江府的裴居，进京赶考。裴居是谁？就是咱们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公啊，当时才15岁，全省第一不止，还是小3元。若不是乡试后大病一场，没法进京，第2年春耕必定连中6元。才疏学浅，令各位见笑了。裴老爷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。穿越福利1碗阳春面，5斤白米饭，再来1碗火腿炖肘子，1盘只用油盐炒的椒笋。哎，马上来。今天的汤格外鲜，面也格外好吃。妖孽啊，不去松江看海了，转到进京。老爷，房间订好了吗？我先把铺盖送上去。裴老爷是地字36号。清风，放下行李就下来吃饭。是。老爷，您真该跟这位姑娘学学，吃得多，身子才好。他说的对，裴公子吃的太少了。天生脾胃虚弱，多食反伤身。我家老爷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身体不争气。这么有名的人，原主记忆里不该没有。裴居，明年春闱前死在赶考途中。姑娘有事？有，我初次出门不辨方向，本来要进京寻亲，结果走错到了这里。姑娘明日折返便是。所以我想问问裴公子，可愿意？男女有别，岂能同行？既如此，那便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老爷，那位谢姑娘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，接下来咱们得小心，没入了土匪的圈套。从姑苏起，白天走官道，傍晚入驻驿站，夜间不宿山野。居然把我当成女土匪了。不过这美少年拒绝人的样子，比末世前那些大明星还要养眼，多看2眼也不亏。老爷，果然是个女土匪。裴公子能否借火一用，以鲅鱼和烤鱼为酬？请便。若有鸡汤就好了。出门在外，有什么吃什么。谢姑娘莫要再跟着我们可好？
不好。何故？早说过，我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欲与君同行，君却不允，只好偷跟在你们后面，免得再走错方向。谢姑娘为何一人出门？我与京城中的家人离散多年，从未谋面，由老嬷嬷抚养长大。如今嬷嬷驾鹤西归，临终前嘱我务必进京找寻家人，否则她在九泉之下不得瞑目。偏生我没了嬷嬷，就好似没头的苍蝇找不到目的。姑娘可以乘船北上，或者雇镖师护送。古代的小孩真不好骗，我晕船，更怕被镖师拐到外地卖了。我们老爷也晕船。若镖师敢卖尬主，除非他们镖局不打算干了，出行镖遇到危险皆是以命相搏。不愧是解元公，洞悉世事，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风，实在惭愧。裴公子风华正茂，你为什么喊他老爷？我听别的小厮都是叫年轻主子少爷。我们老爷是举人，族里自然都称呼老爷。清风，把药端过来，时候未到，老爷且等等。大夫交代要在饭后2刻钟方能吃药。这药不怎么管用，老爷吃了7天，见效甚微。进了姑苏城，不如再请个高明的大夫瞧瞧。每年春分秋分必犯此症，那年在金陵请大夫开的药也差不多。男版林妹妹，老爷怎么了？她竟然能察觉到异能的存在。没事，准备出发。小娘子好不懂规矩，朝廷的驿站岂能随意入住？他们怎么能进？举人老爷自然能住，驿站掌管公文传递，官员接待。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便是官员家眷，也不得滥用。客栈房费高昂，得省钱置办冬衣。掌柜的，把你们铺子里最好的男女皮着、皮斗篷拿出来。我拿得出，怕姑娘您穿不得。何意？本朝上火德，自高宗大洪起颁下规定，庶品以下不穿貂皮，举人以下不得穿狐皮，庶民只能穿鼠皮、羊皮，否则以僭越治罪。小店不敢随意出售。高宗是什么乌龟蛋蛋？大搞阶级对立。如此说来，我若想穿锦绣绫鸾吃山珍海惠，非得回宁公府不可了。那件呢？此裘价值1000银，整个姑苏城只此一件，举人以上才能穿。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宫，配不配？听闻裴解元有天人之姿。没错，这胡白油穿在了他身上，必定相得益彰。快取下来，快取下来！解元宫已具备选官之资，除海龙皮、玄狐、紫貂外，所有皮货都穿的，姑娘尽管挑选。古往今来，果然是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珊姐儿，你千万别回家！昨儿来了10几名凶神恶汉，自称你京城亲戚，在客栈住下，到处打听你。大伙儿都说你出远门寻亲了，他们不信，你可别自投罗网。京城提前了3个月，是敌非友，当杀之后快。放心，嬷嬷教过我武艺，我不怕他们。姑娘，快躲躲，别回家。多谢张叔，我自有分寸。姑娘，我叫马三，是宁国公府的下人。赵嬷嬷临终前应该跟姑娘说过姑娘的身世，大老爷月前才知道真相，特地派我们快马贴鞭的赶过来接姑娘回京团聚。撒谎，她根本不是宁国公府的人，而是镇国公府假千金赵明云的心腹乳妇，绝对不是接我进京。这是想把我骗出姑苏后杀了，免得日后进京揭破偷龙换凤真相，让她失去一切。有你这样来接本小姐的吗？华丽的马车呢？伺候的丫鬟仆婢呢？进京前连几世金钗玉镯锦衣华服都不置办，空口白牙一说，骗鬼呢！姑娘教训的是，实在是府里丫鬟出行不便，大老爷急于团聚，小人这就去给姑娘购置行头。等买来让我满意的行兽再说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谢姐姐，你真要跟那些人进京吗？为何不进京？我确是宁国公府的千金，他们正是公派来接我的下人。
1等1的宁国公府。你是宁国公府的小姐？我姓谢。请姑娘上车。我家养的小黑马得跟着，别落下了。掌柜的，我要买胡白秋。姑娘，店里没有胡白秋，只有整装上等白狐皮做的大氅。那就买件大氅。承会300两纹银。姑娘，这哪里穿的大毛？莫若等回了京，由府里针上的人给您做。咱们府里的针线比外面好。赵嬷嬷说，越往北越冷，京城10月就会下雪，我得提前预备。姑娘说的没错，京城的10月就入冬了。除了大氅，再买那件貂鼠耳和银鼠皮裙。上等貂鼠耳60两，银鼠皮裙22两，加上大炕，承会382两。付钱。等他死了，这些东西仍归我所有，卖掉拿钱，损失有限。我手里的银子已所剩无几，明日出城100里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动手。钱给够了，替你杀个人算什么？既然你们急着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便宜他们了，死得毫无痛苦。小二，劳去下等方等房叫一声我的下人，说好早起赶路，到现在还没下来。好嘞，姑娘稍等。掌柜的，死人了！什么？3间房、14房、14个人，全死了！报官，快！大人，门窗破损，身上无伤，食水也暂未验出毒物。14人同死，却无伤无毒。我们昨夜竟跟死人住在店里，我现在就走。有点对不起客店了，但马三必须死在城里，经官府一查，我才清白。你与死者同行？我自小长在姑苏，抚养我的赵嬷嬷临终前说，我是宁国公府千金，流落江南，要我进京寻亲。继续。我头一回出门，走错了路，在昆山偶遇本省解元裴矩，同行回姑苏。后来马三说是我爹派他来接我进京，我便跟他们上路了。大人，谢姑娘昨晚吃完饭就回上房了，我们有人巡逻，没见她去过下房。你怎么确定马三儿是宁国公府的人？他说的。若不是宁国公府的人，怎会知道我的身世？马三不是宁国公府的人，他来自镇国公府，南下姑苏，是为抓回镇公府10几年前的逃奴。怎么会？难道是我娘派来的？我娘便是镇国公府千金，姓赵。你说你是宁国公之女？我爹是宁国公谢峰，我娘是镇国公府赵氏，我是他们第6个女儿。胡说！宁国公夫妇只有5女1子，其中次女早夭，京中人尽皆知。可若那个儿子是假的，我是真的呢？赵嬷嬷临终前说，当年我生母为了和大舅母同日生产，吃了催促药，后来有人以女换子，把我送出城。姑娘先回房，若此案与你无关，自可进京寻亲。只是路上千万莫再轻信旁人。好，大人，同行几人皆非良善，有几人还在悬赏名汤上。难怪客店没查出来。案子马三身份，本县会上报后派人进京核实。姑娘尽快雇镖师进京，路上莫耽搁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我再不信马三这种人了。他们的马匹行李如何处置？暂由本县收押。姑娘的马车不在其列，有匹黑马是我在姑苏买的，一并带走。马三出钱给我置办的头面衣服呢？那不是姑娘的吗？发了一笔小财，该去找美少年养眼睛了。裴矩，你等着。老爷，出了金陵省再往北，咱们就更要小心了。谢姑娘不是土匪，老爷不用担心她给土匪通风报报。我在姑苏拿您的名帖去衙门问过，确有谢珊珊其人，也确实新办路里要去京城寻亲。还问了什么？问了她住处，邻居都说她被京城来的人接走了，听说是宁国公府千金，还着朱轮翠盖车。骗子！老爷说什么？无事。老爷，快看！
裴公子，真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谢姑娘辨得出中南西北了？很遗憾，还是分不清。我一路问人，才沿着道追上裴公子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谢姑娘，请自重。所谓自重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自重，你别皱眉。裴公子，方便搭个伙吗？伙食由清风做主。当然可以，先前吃了姑娘的鱼，正愁没机会厚道。啊，谢姑娘一个人吃得完？不是有你们帮忙吗？肉和蛋早上买的，再放就不新鲜了，麻烦你全做出来。空间不保鲜，好在异能隔绝空气。清风手艺真不错，以后就拜托他了。宁国公府的下人没准备厨子跟前跟后。你怎么知道宁国公府？我们在姑苏采购时听人说的，大家都说没想到曾和宁国公府流落在外的千金做邻居。真不是特地去打听的。那些人来势汹汹，明显不怀好意，你居然跟他们走？他们死了。死了？我本想把他们的钱财榨干再溜，谁知住进客店后，马三他们14个人全死了。死因？官府查不出，无伤无倒，门窗也好好的。死得好。马三来自镇国公府，他的路易是这么写的：南下姑苏，抓镇国公府10几年前的逃奴。京城里有人不想你进京，马三死了，他们未必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裴公子，我孤身一人，独木难支，孤掌难鸣，双拳难敌4手，恳请公子庇护一二。我一介小小举人，如何庇护你？凭那个奉旨会使的旗子，连土匪都要掂量掂量。谢姑娘高看我了。好心的裴公子，善良的裴公子，你忍心看我一个弱女子独自赶路吗？冒险与你同行，与我有什么好处？你把手伸出来。你紧要关头，别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。室分隔缺损，肺正慢半狭窄，动脉逃避力。这颗心能撑到现在，裴家是把命往里填。怎么回事？赵嬷嬷说，我生母当年吃了催产药，我提前1个月落草，幼时体弱，后来幸遇隐士高人，传我养生功。能治好我们老爷？需要很长时间。只要能痊愈，多久都值得。老爷，现在可好些？不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折我的寿。我小后流落街头，是老爷收留我，老太爷和太太教我读书习武，我才有今日。江南名医都说老爷活不过20，若不是为了给家族改换门庭，老爷不会带病进京赶考。裴公子神清骨秀，聪慧无双，老天爷赐他长命100岁，不能急。他身体破败太久，只能点点修，慢慢治也好常见。原来官员家眷也能住驿站？能住，只是不免费，穷官才常住。咱们还是住客栈吧。附近没有客栈，我已同义夫说好，加200钱换一间有2张床的房。换得好。谢姑娘手段不凡，老爷足有半日没咳了。明日进了大城，找大夫看看。咳嗽药是不是不用吃了？原本就是治咳的药，我想不用了。还是问问谢姑娘。好。谢姑娘，我们老爷昨夜没咳，治咳的药还吃吗？是药3分毒，不咳了就别吃治咳的药。丸药呢？人参养润丸还吃着。心肺只是略好，气血虚，该吃还得吃。到京城后再找高明大夫看看。听谢姑娘的。裴公子，你真好看。谢姑娘，慎言。好，慎言。裴公子，今晚我们改住客栈好不好？我包食宿。谢姑娘有恩于我，费用何该由我们出？对，姑娘千万别推辞，此后食宿交给我。你们盘缠够？老爷是借员工，府城、县城、乡绅亲友都赠了程仪，家下中积蓄带了350两。北方冬天来得真快，再往北更冷。下雪了。谢姑娘，这么晚有什么吩咐？
我在姑苏给子置办冬衣时看到这件斗篷，当时就想穿在你们老爷身上一定好看，别人都不配。姑娘给我们老爷送斗篷，北方极寒，他心肺才好些，不能受冻，就当抵我接下来的食宿费。多谢姑娘。老爷快看，又轻又暖，像雪似的。谢姑娘对老真好，巴氏少人看中老爷样貌与才名，却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活过20。单是人参羊肉丸，1年就要300-400两。谢姑娘倒不同，她看老爷像看清风明月。君与胡白头，果然珠联璧合，相映成辉。此乃谢姑娘之功，不胜感激。裴公子天生丽质，可不是我的功劳，我顶多算锦上添花。鬼天气，下的真不是时候。我穿成这样都冷，普通百姓该怎么过啊？以前听赶考的老爷们说，京城冬天能下3-5个月雪，今儿是真见识了。若非老爷身子好了许多，怕是真扛不住。谢姑娘，您真是神仙下凡。就近住下吧。掌柜的，3间连着的暖炕，每晚总共1两5钱银子。老爷，比江南贵多了。先住下。谢姑娘，我们老爷点了菜，请姑娘到堂上吃饭。来了。谢姑娘请。裴公子请。松菜不就是白菜？还是饭顶饿。5斤？赶路耗力嘛。菜价、肉价比江南贵3成，米价贵1倍。房费每日1两5，算到我头上，1天不吃不喝也要5钱。你想说什么？老爷，明日我去找中人租屋宅吧。1两5钱，在京城都能租1个月小院子了。若贡院附近租不到，就租在翰林院附近。是。为什么不买？本朝太祖规定，任何官员不可在任职之地购置田宅商铺。即使现在买下来，等我做官后也要卖掉。居然有这样的规定！老爷虽然不能买，但谢姑娘可以买。不如谢姑娘买下来，出租给我们。清风，看不出来，你心思还挺细。在江南，一座2间正房带厢房的小院，不过30两银子。京城就算贵1倍，想来70-80也够了。等我拿回自己的身份后，再置产不迟。你要去宁国公府？送上门的不值钱，我要让宁国公亲自来接我。你有把握？他不想把爵位传给假儿子，就一定会请我这个真女儿回家。需要帮忙吗？多谢你的好意，暂时不用。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事，可以让清风去办。老爷说的对，谢姑娘尽管吩咐。还真有一件事。姑娘请说。现任宁国公谢峰膝下有3个儿子，长子谢瑾，就是14年前和我调包的那个，今年15岁。而次子谢瑜是妾葛氏所生，今年也已13。若真相大白，谢瑾将不再是宁国公府继承人。所以，你打算从谢瑜身上入手？裴公子果然聪明绝顶。不妥。为何？朝廷规定无嫡立庶长，
谢瑜若知道谢瑾是假少爷，一定会想法查清楚。莫若知道黄龙。谢瑜年仅13，手里可使唤的人料想不多。即使他得知谢瑾身世有异，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证据，更未必能到宁国公面前揭穿此事。倒不如直接把消息送到宁国公跟前，事关爵位继承，宁国公一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裴公子所言极是，那就听裴公子的。清风，此事就拜托你了。姑娘请吩咐。听赵嬷嬷说，我爹的奶哥哥叫李富，住在宁国公府后街。他酷爱喝酒赌钱，你到附近的10里街寻访，定能找到他。打听个人，李富。下巴有痣那个，正是。他每天15会先去猪头3的酒肆喝酒，之后再去赌钱。虽然他赌瘾大，但他一天只带100钱，赢了就走，输光了就看别人赌。清风小哥请我来，可是房子的事儿。我家老爷进京赶考，住客栈花费太过，想在贡院附近租个小院。这样的独门独院自然有，只是明年是大比之时，行情紧俏，租金已经涨上来了。多少？春未结束前须得4两银子，春闱结束后2两银子1个月。先吃饭，吃完带我去瞧瞧，合适就先租下来。好。小二，烫一坛汇泉酒，1碟猪头肉，1碟花生米，再切1条猪舌舌，半个水晶冻。好嘞。不愧是京城，房价也比江南贵了不少。天子脚下，自然如此。我在金陵听到一桩趣闻，和京城宁公府有关，不知你们京城中有没有人听说？什么新闻？差不多1个月前，金陵一家客栈死了14个人。14个？听说是宁国公府派去姑苏接他们家姑娘的下人，在返程路过金陵时，不知怎的，一夜之间全死得无声无息。死了14个人，那可是大案啊！他们接到的姑娘倒没事儿，经过当地县爷盘问，她自称是宁国公府嫡出的千金，说是14年前被调包后流落到了江南。胡说八道，哪有这样的事儿？小心我把你送到官府里！这件事在金陵可不是秘密，不信自己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无稽之谈，镇国公府大姑娘在府里好好的。镇国公府大姑娘是假的。放肆！你当京城是什么地方？岂能容你胡言乱语？是不是胡言乱道？等来年开春，金陵派人进京调查就知道了。李爷，酒还没……坏了，国公府继承人竟然可能不是亲生的。我有急事找老爷，快给我通报一声。李父，今儿怎么不去吃酒了？老爷，我有要紧事儿，事关国公府的血脉。进来说话。老爷，我今儿在猪头3酒肆，听见一个外地人说起金陵的事儿，事关10条人命和国公府的血脉。带头的叫马三，那伙人自称是宁国公府下人，陆运查出来却是镇国公府的人。那姑娘自称是宁国公府嫡出的千金，14年前被调包流落江南。她还说是镇州公府大房的4哥儿顶替了她。
老爷，我不晓得是真是假，可那外地人言之凿凿，不像撒谎，意图混淆我谢氏血脉，夺我谢氏爵位，其心可诛。看来老爷和我一样，信了8、9成。李父在，你亲自带人拿上家伙，把当年的稳婆还有太太身边的丫鬟婆子通通捆上带过来。另外，找到那外地人，我要见他。那外地人通过正中人就能找到他，倒是不急。只是当年的稳婆和跟着太太的丫鬟婆子，早换得一个不剩，须得细细查访。叫上你儿子，照着名次拿人，活要见人，死了也得把家人带过来。是。回来。老爷还有什么吩咐？叫你老婆把历年来太太送往宋镇国公府银钱明细全部整理成册，交给我。这些都有记录，找出来即可。吩咐门房，从今儿起，除了我外院的人，其他人等只许进，不许出。违令者直接拿下，等我处置。是。清风小哥，他是金陵省上一科节元宫的书童，如今住在客栈里。掌柜，打听个人，姓清，叫清风。有这么个人，他和他家老爷住在本店。可还有旁人同行？还有一位姓谢的姑娘，陆有登记呢。就是他了。老爷，查清楚了，是金陵省上一节元宫的书童，有个姓谢的姑娘与他们主仆同行。客栈陆央登记上写着，他是到宁国公府寻亲。备马。老爷，外头风雪正大。备马。请住在你们殿中的谢姑娘下来见面，就说宁国公谢峰在此。国公爷稍后，小的这就叫人。国公爷，谢姑娘说什么？谢姑娘说堂上人多眼杂，请国公爷到上房会见。带路。谢姑娘，宁国公到了。你就是谢珊珊？正是。裴解元身边的清风是你派到李父面前的？恭喜宁国公猜对了。为什么不直接登门，反而借他人之口，以致消息外泄？笑什么？我笑宁国公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仿佛狗眼看人低的不是你们宁国公府。再说，是你宁公不作为，才致亲生女儿逃亡在外，养儿子养了14年都没发现是假的，就是失职。那你跟我回府。不回。何故？凭什么？你让人把话传到我耳朵里，不就是想回宁国公府吗？宁国公府很稀罕吗？我只是不喜欢别人顶替我的身份过好日子罢了。分毫不差。这张红纸足以证明抚养你的嬷嬷当时必定在场。其实我应该感谢宁公公。谢我？宁公公早年救过嬷嬷全家，嬷嬷这才冒险带我潜逃到千里之外。可恶，赵氏和林氏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宁国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？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宁公一心想纳妾生儿子，时年28的宁国公夫人岂敢铤而走险？我被调换错共10分，7分在他，3在你，别觉得自己清白如雪。我宁国公乃8公之首，世袭5代不降等，5子继承才是对祖宗的大不孝。是，南香香，南丁贵。那叫我回宁国公府干什么？是想借我之名，让我与谢瑾、赵明月各回各家吧？你既然明白，还有什么理由拒绝？当今世上，除了皇室公主、东氏之女，满朝文武百官中，没有谁的女儿比你更尊贵。就这个？什么？与我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？那你想要什么？1个月前，马三带着10几个亡命之徒来姑苏接我。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吗？说了什么？我说如果没有骏马香车，没有丫鬟仆妇，没有金钗玉镯，没有锦衣龙、青裘宝带，休想请动本小姐。李父，听到没有？小的听到了，请国公爷发话。你回府里找周嬷嬷，打开我院里的内库房，取出陛下今年才赏下的白狐披风，再配上石青缂丝、紫貂斗篷与昭君套，一并带过来，送给6姑娘。是。就这些？李父，叫你女儿亲自带人，
把大姑娘出飞前住的西院上房收拾出来，一应家具陈设，装了珠玑从我库房里拿。房里再配大个丫头和8个小丫头，偷金耍滑的一概不要。接姑娘回府的马车用4匹高头大马。先就这些。是。我有3个条件。哪3个？身外之物，看来打动不了你。能跟我讨价还价，你这气魄，不像缺钱的人。第一，我的终身大事由我自己做主。我可以答应。但是你选的女婿必须让我满意。放心，不是才貌双全的，我压根看不上。我只是不希望将来有人拿我的婚姻做文章。那第2个条件呢？我自幼无父母教养，赵嬷嬷又宠我，也惯了，所以宁瓜府不许拿规矩约束我。堂堂国公之女，岂能……国公爷若是为难，反正我不愁吃喝，逍遥自在。你会舞？不足挂齿，不信吗？我的武功无人能比。第2个条件我答应，每回出门带足人手即可。第3个条件呢？第3个嘛，谢瑾顶替我，享受了继承人的待遇，我要镇国公府补偿我。谢瑾在宁国公府用了多少，花了多少。赵明玉又拿了多少，一笔笔算清楚，折成银两送到我手里，1分1厘都不能少。好，这一点最像我和你爷爷，资如必教，绝不吃亏。先就这些条件，其他的等我想到了再说。你长得像我，脾气更像你爷爷，不讲道理。这你可冤枉我了。本小姐最喜欢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我若真不讲理，您老人家捧着金山银山来，我也不稀罕。好大的口气！怎么，国公爷莫非以为这里是宁公公府？该用汝窑喝明乾隆井。小时候日子过得贫困，赵嬷嬷卖真钱养活我，有余钱就请人教我读书识字。临终前，她只留了几10两银子的路费给我。若不是激得马三出一大笔钱，我此时恐怕连过冬衣物都没有。赵嬷嬷，当真义士也。她老人家怕累着我，自己躺进了棺材中。唯一牵挂的就是丈夫陈瑞，儿子虎头。阔别14年，不知是生是死。若还活着，找镇国公府算账时，我替你要来。您先喝茶，我出去一趟。裴公子，魂归来兮。谢姑娘这是打算离开了吗？正是，宁国公亲自来接，我自然要给面子。裴公子若是租下房舍，叫清风递个信，我必定亲自前去喝暖房酒。好，届时到地相迎。宁国公府家大业大，我的小黑和马车就不一起带过去了，恳请裴公子收留自用。多谢姑娘。宁国公府如今分前后几处，正院、东西2院各有人住。国公爷，人带来了，进来。手脚利索点，伺候你们姑娘更衣。是。原来这才是宁国公府的排场，连马车都用4匹马。按本朝规定，朱轮红盖是国公之女的出行车驾，兼以金饰。老爷，谢姑娘走远了，咱们回去吧，别又冻着了。照顾好谢姑娘的马。是。3路5进，
占地怕是超过100米。李父说的不清不楚，只叫我开库房取东西，还净捡好东西拿，说国公爷要接六姑娘回府，竟没想到六姑娘竟生得这样像老太太和国公爷。我仿佛看到年轻时的国公爷。我见到他也吓了一跳。外头冷，姑娘快回房暖和暖和。西院位于正院正房之西，在第3进。后门往东有穿堂，直入正院正房。原本是你几个姐姐住的地方，她们都出了门子。往后你住在里面，也不会安排你妹妹住进去。安排不错，我喜欢。老爷、姑娘，房间已经收拾齐整，请姑娘入内检视。若有不足处，立刻更改。芍药，老爷，六姑娘刚回府，对府里的事情不大了解，叫你婆婆别闲着，明天进来，在六姑娘身边当差，别让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六姑娘。明白，明天一早就来。周嬷嬷，老爷，六姑娘从小没在我跟前长大，往后缺了什么穿的用的，你直接从我库房里取用。太太过问，该怎么回呢？镇国公府令我亲生女儿流落在外10年，又以假子冒充我亲子，企图窃取我宁国国位。我明天面圣后就去找镇国公府算账，他未必有时间过问。什么？大爷不是国公爷亲生的？正是。太太当年生下的是六姑娘，不是谢瑾。通知府里任何人不得怠慢六姑娘，否则打一顿，撵出去。是。还好不是真假千金文里脑子有包的掌权人，没把亲生的当草，把非亲生的当宝。六姑娘刚回府，谁敢给她添堵，自己掂量。是。老爷，是吉祥派人送回来的，已经有3、4人的下落了。陈稳婆14年前失足落水而亡，他儿子2个月前欠债，被讨债的打死了。太太房里的大丫鬟朱苑，蒙太太开恩放了出去，嫁了个小小武官，10几年前跟着戍边，至今未曾回来，不知生死。14年前陪太太回娘家的陪房，正好家的。念，从镇国公府回来后，不知怎的，用一根麻绳了结了自己。当时府里得了哥们儿，何府庆祝，太太只吩咐账房赏了20两烧埋银子，倒将他2个儿子提拔上来。果然如我所料。这么说，咱们无法找到当时在场之人作证了。所有在场之人都死了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等你儿子回来，叫他继续走访调查。拿笔墨来。老爷要写什么？上本请罪。老爷被蒙骗14年，反要请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治家不严，以致爵位险些落入外人身上，便是我之过。此前把谢瑾当作下一任宁国公，又给皇子做伴读，总得告诉陛下一声。我膝下没有嫡子，老二若想继承爵位，就得看陛下批是不批。一般总会批的，万一呢？嫡长子死或残，不能袭爵，由嫡孙继承。没有嫡孙，再顺延到下面的嫡子。若无嫡子，立庶长，就得向朝廷申请。万一不批，宁国公爵位就在我这一代终结。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叫什么名字？
原本在哪里当差？回姑娘，我今年17岁，原本是大姑娘的房里的。大姑娘出阁后，我又服侍过3姑娘和5姑娘。5姑娘出阁时没带上我，我就留下负责理大梨院大小事务。芍药姐姐选我上来，就是看中这一点，请姑娘赐名。以后你就叫凌霄。谢姑娘赐名。你叫白芷、紫苏、杜若。谢姑娘赐名。府里原先有5位爷，活下来3位，往后只有2位了。2爷名瑜，3爷名翰，和原先的大爷一起住在东院，2位爷分住东西厢房，待遇一样。房里有4个大丫鬟，4个妈妈，8个小丫鬟，外面8个小厮，8个长随，每人还有4位乳母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国公府的少爷，人人都是贾宝玉。国公爷膝下共生了11个姑娘，姑娘排行第6，上面有5个都是太太所生。姑娘之下有5位姑娘，只活下来7姑娘和9姑娘，5子11女，真能生。太太来了，还不见礼？原来是我那个狠心将我与谢瑾调换的亲娘，深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谁是你的亲娘？你以为宁国公府是什么地方？由着你胡编乱造，诋毁当家主母？当家主母？不好意思，你这当家主母很快就做到头了，替亲哥哥养儿子，疼亲嫂子的外甥女，你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恐怕连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，在你面前都要甘拜下风。你说什么？那你竖起耳朵听清楚，我谢珊珊才是你当年在镇国公府生下的宁国公府千金，而赵明月不过是你亲嫂子恨你夺走他儿子，特意抱来妹妹的女儿，明白了吗？致使我流落在外14年的宁国公夫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胡说！国公爷怎么会信了你的鬼话？明月怎么会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赵夫人，你现在还是好好想想，在我爹面前怎么为自己辩解。我要见国公爷。让宁国公夫人回去好好想想，等我明天回来，该以什么的谎言继续欺骗我？太太，国公爷请您回去。李父，你跟老爷说，都是那个小丫头吴生友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，是老爷误会我了。太太，国公爷已经掌握充足的证据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定是有居心叵测之人离间我们夫妻，破坏谢赵两家的姻亲。这些话，太太还是留着明晚跟国公爷说吧。国公爷明日早朝，无暇面见太太。老爷，全在这里了。赵明月从府里得的东西记了5本，谢瑾用府里的8本，其中不少是老国公夫人嫌送与他的财物。这些年，老爷和太太也给了他许多好东西。李父，你带人去东院正房，把赵瑾送回镇国公府，包括义布纸在内所有东西全部搬回来，清点对账，少了的、用了的另记一册。我要让镇国公府全部补齐我。是。等等。六姑娘刚回府，恐怕手里没有积蓄，从我库房里取1000两银子给六姑娘送去，先花着，等镇国公府的补偿到手再给她。是，老爷。明儿饮食4刻，还要进宫陪皇子读书，别吵醒爷。外头这么大雪，谁还来传话？睡吧。父亲膝下没有嫡子，我便是未来的宁国公。二哥，恭喜！明日一早去给六姐姐问好，弟弟可同行？同行，当然同行。父亲前儿赏我的笔墨纸砚还没用，我拿去给六姐姐做见面礼。那我送这块玉佩，也是父亲赏的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嘘！何人如此无礼？外面车驾已备，请赵瑾、赵四爷回镇国公府。李父，你什么意思？赵四爷若不明白，到了镇国公府，自有人给您解惑。放肆！我是宁国公府嫡长子。捂住嘴，插出去。连鞋子都不给人穿一双，跟去看看。爷，
好几个家丁把那位爷塞进一辆黑油马车，已经送出府了。快3更了，两位爷怎么还不歇息？明儿还得上学。听说六姐姐回来了，特意来问问。我们没见过六姐姐，不知她喜欢什么，问清楚，明日好送礼。不管两位爷送什么，都是心意。那便不扰你办差。一针一线登记造册，送到国公爷库里。国公爷，该起了。国公爷，东院上房已清点入库。尚书大人，这是今日急件。姑娘还没醒。昨儿睡得晚，谁也不许吵。还没醒？没醒。两位爷曾起上学前来了一趟，见姑娘没起，放下礼物就走了。白纸，去针线房叫手脚灵巧的小媳妇来给姑娘量尺寸，再去金银房让蒋老将找周嬷嬷取金银珠宝。大厨房那边江南口味、京城口味的早饭都备上。紫苏、人海、杜玉，你们针线好，先给姑娘做里衣、绣鞋、罗袜、荷包、鹅手套、套这些小物件。周嬷嬷昨晚已送来料子和针线。好。扫雪的扫雪，喂鸟的喂鸟，左右耳房也打扫出来，给姑娘当库房。奴婢钱嬷嬷给姑娘请安，起来，起来。给我多做几身男装。是，姑娘。姑娘刚回来，我那亲家连夜把赵四爷房里的东西一针一线都搬回国公爷库里。国公一连5天早出晚归，未必顾得上姑娘。姑娘有什么想吃的、想要的，只管吩咐我。除了国公爷，姑娘就是府里最大的。赵瑾被送回镇国公府了，是国公爷下的令，旁人可不敢。够快，我喜欢。原主那一世可没有这样的速度。果然，打铁全靠本身硬。昨儿我用的手炉不错，拿一个出来，我要送人。在家里用什么炭？主子房里烧银骨炭和红罗炭，手炉脚炉用香饼。银骨炭、红罗炭各2篓，加上手炉、脚炉和香饼，送到我回来前住的小客栈，交给裴崔裴解元，请他试用。赶明儿见面给我反馈。是。早饭不错，可惜送到客栈就凉了。大厨房有几样点心做得不错，有没有枣泥山药糕、糖酥酪、藕粉龟糖糕？都有。凑4样送过去，回来顺便告诉门房，若有裴解元身边清风给我信，不得怠慢。遵命。我胃口比较大，以后早饭照今日这样备。午饭加5成，晚饭比午饭少一点。是，姑娘。这是2爷、3爷早上送来的。谢瑾不是亲生的事一出，2个庶弟坐不住了。时下继承法没那么讲究嫡庶，财产不论嫡庶，诸子均分。若无子女，妻不在教可继承一半，另一半归宗族。爵位有嫡立嫡，无嫡立庶长。难怪镇国公太夫人姜太君要保女儿李代桃姜，与其便宜小夫养的，不如叫自己孙子袭爵。可是拿衣物。舅母可知，李父那赌鬼叫我赵瑾赵四爷。舅母，你先去休息。快叫醒国公爷。出了何事？瑾儿被宁公府送回来了，李父叫他赵瑾赵四爷。去老太太院里。什么事慌里慌张？听意思，姑老爷发现瑾儿是假的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当年的知情者都死绝了，瑾儿怎会被送回来？他们连衣裳鞋脉都不给，冻得脸发青。先别声张，天一亮，打发人去九宁公府接妹妹回来。奉我们国公爷之命，接贵府夫人回娘家。两家已成这样，岂能让他们接走夫人串供？捆了，扣马棚，等国公爷回来处置。姑娘，镇国公府派人来接夫人，被徐管家扣在马棚了。就先关着，剩下的事等我爹回来。没拿到补偿钱，当然得让我爹出面。他是宁国公，又是兵部尚书，这样的社会里，我费尽心机才能办成的事，他根本不用动脑。封建社会最糙皮的一条，父母可以不慈，子女却不能不孝。骂父母、祖父母，绞、斩、凌迟。赵夫人面前，我还是少惹麻烦。5两一锭，200锭，1000两。收好，再让账房把我的月钱年例补给我，1分1厘都不能少。姑娘，1000两还不够。我爹的是零花钱，不是月钱。
别的姊妹有我就必须有。月钱2两，年历20，一年44两，14年总共616两。超过200两的支出需国公爷同意，晚上请示过国公爷再去账房直取，姑娘看如何？200两算大笔银钱。咱们府里规矩严。昨晚送来的1000两呢？那走的是国公爷私账，不是宫中。我爹很有钱？自然。那顺便让他补上我14年的压岁钱，外人给的我就不算了。按国公爷给儿女的例，每年8个金过子，8个银过子，每个8000，14年金银各112两。还有衣裳首饰，宫中14年给姊妹们做了多少，就得给我做多少。每季4套加2件披风，年下又4套冬衣，一年22套，14年308套。首饰每年4套，14年56套。很好。乔迁之礼该送什么？寻常百姓送米面油盐柴炭酒水炊具，大户人家送笔墨纸砚花瓶如意屏风。比着这个，给我准备一套。这样的得去国公爷库房找。那就去库房，再取一个如意，1架炕瓶，1对花瓶，加酒、炭米油，凑成8样礼。姑娘，这是给裴解元。他要搬宅子，漂亮少年就该锦衣玉食。劳烦，劳烦。清风，上。好精致的点心。糖蒸酥酪是京城风味，其他几样在江南也盛行，正合老爷脾胃。还是谢姑娘想得周到。等搬进租的宅子，4头好炭够老爷用很久了。他初回宁国公府，人生地不熟，先给我送东西，还不知谢家人怎么议论他。谢姑娘不像会吃亏的人。姑娘，7姑娘、9姑娘来拜见，请进来。见过六姐姐，你就是被赵瑾顶替后流落在外面的那个。9姑娘，先回房冰敷。你就任由我被外人打？9姑娘，府里诸位兄弟姊妹中，以6姑娘为长。9妹妹，咱们已经见过六姐姐了，先回去吧。姨娘，我要告诉父亲，一个外来的也敢打我！你急什么？谁叫你去西院找他的？他才回来1天，别人都观望着。他凭什么一个人霸占西院？先前不是说吴姐姐出阁后，就叫我和七姐姐搬进去？谁叫你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？所以你更要谨言慎行。等老爷晚上回来，你去老爷跟前诉委屈，叫老爷知道，在外面长大的姑娘，终究没教养。圣人口谕，宣宁国公谢峰到紫宸殿觐见。臣领旨。